常会听到亚洲人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不便，但奇怪的是，很少西方人会抱怨在亚洲的生活。实际上，老外在马来西亚生活也是一番独特的历练。就拿我先生来说好了，他在这里的经历和我在荷兰的经历都差不多一样，只是换了个地方罢了。无论你在哪个国家，生活就像一场全球版的冒险游戏，对吧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你们可能觉得老外的适应力强，因为他们独立，喜欢挑战，对于新鲜的事物更是敢于尝试。但别忘了，他们也是人啊，也会有挫折感，对于离乡背景的生活，有时也会感到有点无奈哦。我先生在马来西亚的旅居生活，我想我可以用打游戏闯关来形容吧。我得承认哦，他真的非常入乡随俗，就是进屋叫人，入庙拜神的那种。对于所有的未知和新鲜的事物，他都是保持开放的心态。不过这里的生活有时还是会让他摔了个大跟头，比如说这里的人听不懂他的中文，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在学中文了，即便是在这里生活，他每星期还是会跟他的中文老师在网上上课。但他说中文就像我说荷兰语一样，有着自己的口音。这里的人一听到他说中文的第一反应就是哈，就好像他突然变成了游戏中的迷之角色，这让他有些小小的挫折感哦。还有的就是在这里给他买衣服，简直是在挑战高难度的关卡哦。像是优衣库和北面这些品牌，明明在荷兰都有，偏偏在这里就是找不到它的尺码。我先生的高度有1.93米，结果在这里买的裤子简直就变成了时尚的7分裤，外套更是天大的问题，袖子永远都是像是缩水过的，袖子刚刚好的时候就变成了隐形斗篷，要么太大，要么太小。你看，不只是亚洲人在西方国家有这些问题，老外来到这里也得面对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时尚窘境啊。这里的辣和热对我先生来说已经不是挑战了，他自认为适应得非常好，简直是辣妈辣爸的化身。一些我们的外国朋友来到马来西亚，对这里的美食就像是一场又爱又恨的挑战。爱是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恨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辣实在是太外行了，想吃却不敢吃得太多。我们的外国朋友有的还以为自己很能吃辣，其实就是老外的辣水平。可当他们尝试了这里的 rendang 和 sambal 之后，通通都说这里的美食成了他们的味蕾考验，简直就像是在辣度大赛中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一样。我每次都跟他们说，这是辣中带有点甜蜜的考验，不是吗？中西文化差异当然也是他在这里旅居生活的闯关任务，毕竟习惯不一样，这里的社交规则对他来说就像是个看不懂的解谜游戏。试图让我先生完全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，简直比让猫学跳芭蕾还难。哪怕他在这里长居，也只是个相对融入的水平，就像我在荷兰的生活一样哦。让我说我完全融入荷兰生活，那简直比飞猪都难抓。Oh no！ 即便我在那里混了20年，我也只敢说我相对融入了当地生活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乐在其中哦，但我们就是在找一个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份量身定制的人生菜单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每当我们在吐槽西方国家的生活时，其实老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，他们也在努力去适应另一个国家的生活。有些老外说喜欢亚洲的生活，但很多时候他们往往是在诉说他们在亚洲旅行时的奇妙冒险。旅行和旅居是2个不一样的概念，所以真的别被误导了。不过你也别误会，我的先生真的不怎么抱怨，但是他会实实在在地分享他当下的感受，这其中包含了酸甜苦辣咸，就像人生一样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。
也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我们有想去挑战它的勇气。毕竟人生苦短，得笑着过嘛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想了解更多有关于马来西亚的生活，不妨点击这支影片。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